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一颗从台北来的 W123的2301的分油盘的测试。那首先，它原来带过来这颗加热法呢，大哥已经校正完毕了。大哥也有在这边有签名，因为大哥也必须要对它做负责。那我们来看，在没有加热这个插头还没有插，这个还没有加热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冷车加浓了的功能是不是正常？那大哥把电源打开，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泄油压力。我们看到在冷车的状态的时候，它大概在2公斤左右。它热车，也就是说，2公斤这个状况之下，它冷车是加浓的。那如果说我们引擎一发动之后呢，它的加热阀，这个加热阀因为它有供电，要有供电之后呢，它的泄油压力就会爬升，大概在4公斤左右，3.6到4公斤之间。那这样才就达到我们冷车加浓的功能。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一颗编号07063的台北来的 W123的2301的分油盘的故障测试因为大哥刚刚已经把这个加热阀充分加热了，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泄油压力加热后之后是多少？在冷车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大概是在2公斤左右。目前我们看到它的泄油压力已经达到了4公斤左右，那也代表它那个暖车完成。也就是说，这个加热阀目前是已经整修完毕而且它的状况是非常标准的。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一颗分油盘的故障测试。好，大哥已经打开电源了。我们来打开定时器。好，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照正常的出油量以这颗2301的 W123，它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会在150到160 ml 左右。那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的出油量在整修之前到底它的出油量状况是怎么样？由于 W123已经年纪超过30岁了，应该在35岁以上经过30多年的使用，那油箱已经是个污染源类似我们楼上的水塔经过30年没有整修，那一定会有污染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所以说我们会碰到供油量不足时间到。好，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第4缸，它的出油量都在110。那
跟我们要求的150到160左右，它已经少了大概有50ml左右。那所以说，它都会造成供油不足没有高速，而且会抖动。这颗分油盘的现象是大油道堵塞了，这是最普遍碰到了。等大哥整修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这颗台北来的 W123的2301分油盘编号是07063，大哥已经把它整修完毕了。那在故障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4缸平均都在110左右。那我们这颗分油盘它的标准出油量应该会在150到160之间1分钟的全油门。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量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OK， 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好，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由于经过30多年的我们使用的车辆比如说 W123应该在35岁了，那都会碰到一个油路的问题，就堵塞的问题。那油箱是个污染源，所以油箱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喷射系统，因为它的油道里面的油道只有比头发稍微大一点经过我们整修过之后呢，如果油箱的状况良好的话，那这个分油盘理论上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了经过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在150到160左右。OK， 好，时间到，好，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75，第三缸165，第四缸170，那平均是落在150到160左右这个就是完全符合我们厂方要求的供油量。那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在高速的时候呢，它不会因为混合比过稀造成引擎过热。那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07063的台北 W123的2301的分油盘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给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我们的测试影片会分成2个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07063的 W123 2301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经过大哥整修过的分油盘大哥都一定会在分油盘上面做记号。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有大哥的签名，因为大哥要对这个分油盘来负责。好 ，OK， 时间到。
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10，第二缸205，第三缸210，第四缸205。那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是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大哥的建议就是老车分油盘整修过之后呢，如果说油箱不再污染，它应该可以使用20年左右，应该不会再污染嘛。那所以油箱一定要把油箱滤芯里面的滤芯要拆下来清洁。那至于汽油的辛烷值，因为老车都会积碳大哥建议应该加95的汽油。那因为它原车是用92，但是因为经过35年以上的使用，气缸内已经有积碳的现象所以说大哥建议应该用95。那我们今天整个测试阶段到此结束，拜拜喽。